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27号，今天是星期六。瑞幸咖啡啊，它终于放弃抵抗了啊，决定最终是6月29号下市。经过了反复挣扎，那么自从收到了第二次退市通知书以后呢，那么瑞士这个咖啡的股东啊，他们最后决定还是下市算了。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金价在狂涨，已经创造了7年半的新高。那每盎司呢是1780美元，比疫情之前的1400到1500高出了很多。所以黄金呢现在的保值非常高。那么有一些疫情之前啊，在4、5年前的金价大概是1100美元一盎司。那么很多的人从那个时候就买了黄金，那么现在呢可以赚取很多差价，而且买黄金的呢多数是华人。那么很多的在纽约的金店呢，还有珠宝店呢，他们在店门口贴出通告，他们要收购以好的价格买黄金。那么通告上专门写着不管是在等待失业金，还是急需现金付房租，还是付账单买食物，还是进行周转的人，那么这个珠宝店和黄金店呢，都愿意以高价来收购首饰。那么虽然呢，这个广大的华人手里捏着很多的黄金，但是还是很少有人去变卖，反应呢并不十分热烈。民众卖金的这个变现的状况很可能是在疫情以后呢会出现更明显。现在黄金的价格非常好，那么疫情造成了不少人的生活困扰，那么为了求现金的周转呢，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把手上的黄金脱手，包括你的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还有家里的金条、金块金的吉祥物。那目前由于疫情的原因呢，纽约的这个金店和珠宝店呢只有15%在开门，受到经济的影响呢，还经过了这个911的这个影响呢，历来有1/3的店每一次疫情就关门了，然后一般的这个过了2、3年才能平稳。所以珠宝店呢风险是最大的。珠宝店呢有个规律，它永远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呢第一个倒闭，也永远是在经济危机恢复的时候呢最后一个开门。纽约的房租是非常贵的人工也贵，所以民众他购买力大减。所以预计呢，在疫情后的珠宝业呢将会陷入另外一场这个寒冬，大概是25%到30%的这个珠宝店呢，它最终呢就会关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现在还是在肆虐之中那么最新的研究又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严重的新冠病毒呢，它的感染很可能会损伤人的大脑，包括你的炎症包括中风包括精神病和类似老年痴呆的这种病。那么来自于这个英国的研究发现那么最为常见的这个脑部并发症呢是中风。那么英国他们在研究一些案例中，他们发现大多数的这个新冠疫情的重症患者呢，他中风呢是因为大脑中呢有血块，这叫做缺血性的卒中。另外有一些人呢是属于那个脑部出血的中风。那么科学家呢，他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新冠病毒呢会在一些患者的肺部和其他部位呢造成严重的炎症和血栓。而现在呢，又很多的患者被发现他们出现了意识不清的迹象，或者出现了精神状态改变，导致他的行为异常。出现了很多人呢是老年痴呆的症状情绪失调的症状了，还有精神病的症状。那么世界其他各国的科学家呢也指出这些发现呢是对于潜在并发症的一个重要的关照。但谨慎的是当前的这个发现呢还不能作为一个确切的数据，因为数据不够多。但是这份研究呢已经提醒了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呢不再是仅仅的是一个呼吸道感染了，它们需要和其他的疾病呢发生了一些关联。它们很可能是新冠患者中相对比较少见的这个症状，但是呢对于重症来说呢，那么造成的这种精神的抑郁脑中风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前呢已经强烈的意识到这种疫情里由病毒造成的各种间接影响呢，最终就会导致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出现。但目前为止经过研究的结果还多数是发生了一些焦虑
只是一些在重症患者中的小部分人呢，他们会出现精神病。当然了，这种之间的联系关系呢，还不是那么详实，最终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呼吸窘迫症状呢，还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的重点。那么来自中国的这个华中科技大的这个同济医学院的科学家呢，和美国的团队呢，他也是发表论文，也指出了新冠病毒对于近半数的重症患者呢，也会造成他的脑部还有神经系统的损伤。那么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这种神经系统的症状重症患者中呢，45.4%都表现出了神经系统的症状，包括你的急性脑血管的疾病，还有意识障碍，还有肌肉损伤。那么对于新冠病毒患者神经并发症的观察发现，那么呼吸窘迫症状呢，还是一个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主要的观察重点。那么脑部的中风或脑部精神状态的变化呢，很可能是它的后遗症。那么根据美国的研究也发现当中他们发现大量的死者的这个肺泡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血栓，而一些大尺寸的血栓呢，这直接会脱落，它经过血液循环跑到你的脑里就堵住了，导致人中风或者心脏病发作。拜登又乱说话了川普今天在一个地儿的敲边鼓拜登一不小心他说我们现在有1.2亿人死于新冠肺炎。6月25号在美国的前副总统拜登在兰开斯特的一个竞选上又发生了严重的口误，又把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呢又增加了3个0。那么俄罗斯的媒体他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夸大疫情了。那么他在口头上每次都杀死了大量的美国人。他曾经表示过，美国呢有1.5亿人死于枪支，而美国目前的人口呢大概是3.3亿人。那么美国的前副总统，他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宾州，他参加了一个医疗方面的活动。当时拜登是表示很多人没了工作，他们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1.2亿人死于新冠肺炎。那么拜登呢，也许可能只是误读了他的提词器上的内容，但是这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实时统计显示目前为止美国的累计的死亡的病例数呢是125796例，这意味着拜登读出的数字呢大了1000倍。而他这个惊人的错误呢，又被川普的共和党人抓住了。他们每次故意的在用这些事情来证明这个77岁的前副总统可能已经失去理智了，甚至失去了神智。就连拜登本人呢，他也意识到这个失误。就是拜登一说错的时候呢，当场的视频呢就被切断了。虽然人人都知道在死亡上加了3个0有点多，但是呢，拜登曾经在5月份的时候又说错话。他当时说过，说美国已经失去了8.5万个工作职位，还失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又夸大了事实。那么这也是拜登首次口头杀死美国人。拜登呢，在2月份的时候呢，他也在讨论枪支的问题，是说美国有1.5亿人死于枪支暴乱。那么又有说他每次在嘴上都不希望美国人有多少活着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他们都意识到拜登喜欢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胡说八道。那么川普的竞选团队呢就开始使这招数，他们就诱导拜登多在公共场合露面。那么拜登最近3个月内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一直躲在地下室。拜登团队则表示说，拜登躲在地下室里挺好的，每天只有2个人能见着他。那么拜登呢是说了一些愚蠢的话，那么川普团队的人呢就故意的引诱他，让他说更多的话。那么说的越多，那么他的严重口误越多，那么向全美国证明拜登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好，神志不清，而且是个不光是一个 sleeping Joe， 而且还是一个北京拜登。川普赶紧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在推特上转发了这拜登的口误。他说，要是我说了这么愚蠢的话呢，这些假新闻媒体早就来报复我了。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这些事儿呢？那么最近呢，安提法到处是如火如荼。
结果全美各地拉掉了不少的雕像啊。但是呢，川普说谁再把雕像拉倒，我就要让他坐10年牢。结果今天呢，川普的小儿子出了一个主意，这主意估计会导致全美国拉雕像的这个行动啊很快就停止。他说啊，你们可以拉掉不管是耶稣的像啊，美国开国先贤的像啊，各路将军的像啊，南北将军的像啊，美国革命的像啊，没问题。但是你拉倒以后呢，你不还剩下那个底座吗？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你拉倒多少个底座，你就把上面重新准备放上川普的雕像。那么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全美国这些拉倒的这些底座的这个雕像上把川普请上去变成他的雕像，那美国的革命是不是走进了死胡同了呢？所以目前为止看，很可能全美国的拉雕像的活动慢慢就会停止了。我们知道印度人是很厉害的啊，印度管理真是很不错啊。那么如果说在制造业和工作效率上，中国当下已经甩出了印度10万8千里，但是在管理能力上，是印度人呢已经甩出了中国人10万8千里，甚至更多。有人说是21万6千里。如果印度有机会超越中国的话，那么机会点就在它的管理的能力上。不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重大，更因为中国人啊根本就还意识不到输到哪里了。我们记得美国的500强啊，到处都是印度裔的面孔。美国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呢，外籍的 CEO 呢有75位，其中10位就是印度裔。英国裔呢也是印度裔的是9位，另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土耳其的在内的其他国家人士担任 CEO， 而中国香港裔和中国台湾裔的只有1位。中国大陆人呢都是榜上无名的。关键的问题是啊，那么除了谷歌和微软、摩托罗拉、百事可乐、诺基亚、软银、阿杜比、SanDisk，还有联合利华、万事达，还有标准普尔，这些中国人心目中轰雷贯耳的国际巨头，他们的 CEO 级别的高管居然都是被印度人拿走了。全球最大的运营商的沃达丰集团呢，它的执行官叫做阿伦·萨林，也是印度人。为什么印度人有这么超前的、那么优异的管理能力呢？甚至在 Comcast 之前的首席采购官，他也是印度人。在硅谷啊，你可以见到很多投资的标的公司，那么见面后发现他们的 CEO 全都是印度人，包括创业者是印度人，管理者是印度人，他们的 COO 是印度人，他们的 CTO 是印度人，见不到中国人，见不到华人。那么如果是仅仅凭借某些知名公司的 CEO 是印度人呢，还不足以让人感受到是这么惊奇。但是在谷歌董事会的13个高层领导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在05年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显示硅谷1/3的工程师就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的7%的 CEO 他也是印度裔。中高层管理者的印度人比例更高，今天的比例呢，还比10年前高得更多。那么除了企业高管，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呢，也开始担任了欧美知名商学院的院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这是一个只要子女进得去学习就光宗耀祖的常青藤学校。2010年的时候上任，到今的这个学院，他的院长，他也是印度裔。所以呢，在广大的中国轰轰烈烈在进行制造生产的时候呢，而印度人，他们看得更远，是在管理能力上进行了努力。那么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么印度人也担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那么呢，美国的西北大学那个开罗格商学院的院长也曾经担任过，也担任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那么印度人的天生的这个管理能力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有人说印度人呢，他们在选择 MBA 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印度人，只要你进了大学，这个 MBA 都是个必修课，就是不管你什么专业，就是避免了你纯粹就是以 MBA 出去糊弄别人，而你没有专业的情况。那么任何一个专业，他们都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 MBA。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什么清华、北大、中科大什么211、985毕业的高材生呢，最终他们来到美国呢，只能混一个纯角色的工程师架构师很少变成管理者。
那么原来呢，谷歌是被称为是 IC 的天下嘛，I 就是 Indian，C 就是 Chinese， 但是现在呢，硅谷的别名已经叫做印度谷了。为什么中国人呢只能做工程师、做架构师，只能做打工的角色，而印度人呢可以变成管理者呢？我们知道印度人呢，有人说是华人总是解释说印度人是因为他会说英语，他英语说得好，那再说的再好也不如本土的白人说得好，对吧？那么你说有人说印度人很抱团啊，一个公司里的印度的上司呢提携印度的下级，互相帮衬。那么人人都知道印度人是互相帮忙，比较团结，比华人团结的多。那这也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你在公司里啊，你要拉帮结派的话，会引起其他族裔的反感。所以说，如果中国人想当然的认为印度人是英语好，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想当然的认为印度人只是抱团，还甚至排挤中国人，这个心思呢，也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所以它的道理其实是最简单的。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你跑步跑不过别人啊，你就是你跑步的能力不强，你不能说你其他的能力。打球你打不过对手呢，你就是打球的能力不如对手。踢足球的踢不过对手呢，就是你踢足球的能力根本就赢不了对手，你不能扯其他的东西。所以可怜中国人他在做管理是不如印度人，原因呢，就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能力差，他用得着绕那么多弯子去找借口吗？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每一个高校的印度学生呢，他们全都学习 MBA 呢？因为他们在学习管理。他们只告诉我说，所有的印度学生都是这样，大多数人呢根本就说不清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习惯成自然了。如果哪个学生啊，他不学 MBA， 在印度的这个学校里啊，那么才让人感觉难以理解。如同在中国上学你不学中文是一样的。MBA 呢，几乎就是印度所有大学的一个必修课。那么甚至在印度独立以后啊，如何发展管理学院，尤其是印度管理学院的历史也是辉煌无比。那么印度我们知道是1947年的时候啊，它独立了，那么马上呢，它就发展了管理能力作为印度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印度呢，又是一个太多的民族、宗教和语言的混杂的国家，管理问题的难度呢，也确实比其他国家大得多。那么1959年的时候呢，印度计划委员会呢，他聘请了加州大学的教授，叫做乔治·罗宾斯，来协助成立全印度管理研究机构。那么在这个相关的管理之下呢，在这个罗宾斯教授的提议之下呢，1961年的时候呢，印度政府先后成立了2所精英教育学院，分别位于加尔各答和麦德巴德，统一的名称就是印度管理学院，叫做 IIM， 然后以不同地名的后缀来做区别。此后在各个不同城市呢，它设立了印度管理学院，分院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多个分院。所以印度呢，它不仅专业的管理学院长期持续发展，而且将 MBA 的课程普及到了几乎所有的高校的学生中去了。所以在印度所有的高校毕业生中，学习 MBA 就成了一个默认的一个必须的选项。但是印度的 MBA 呢，却是和所有学科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是印度的 MBA 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最大优势。专业和管理他们都懂，这就是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当一个学生啊，他又懂专业，他又懂 MBA， 那么即使他做一个普通的研发者，也会有巨大的优势。做管理者更是如此。那么仅仅以沟通能力为例呢，那么如果你进行了正确的沟通，那么印度人管理上啊，他强于他人呢，不光是英语的语言。那么英语的语言它只是个能力，那么最强大的是这个能力，是这个沟通的能力。那么不可以简单的认为印度人只是能说会道，要把沟通能力和语言能力呢看起来很接近，但事实上它们有巨大的区别。中国企业呢在进行管理培训的时候呢也讲沟通，但是中国的企业的沟通呢，从技巧上来说呢，应该是有一个重大的原则，叫做善于倾听。那管理培训老师呢，给你写个字，你要去听，你要认真的去想，认真去理解，然后去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用语言去讲。正是因为印度人他们有这样强大的管理的能力和强大的管理的系统，导致印度人的管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可以假设，如果真是在边界发生战斗的话，那么在同样的指挥和管理情况下，你还真的认为中国能够获胜吗？那么在印度的管理中，最大的原则啊，不光是现在啊，印度人已经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了，当然中国也是不是1962年的中国，但是
现在印度人已经和美国站在一起了。那么一个印度的人口就几乎接近于中国的人口，那么再加上美国后面支撑的话，那么中国的西北边境啊，还有中国未来的和印度的龙象之争，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棘手。而且我也希望啊，中国人能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印度人啊，不是你们天天嘴里说的阿三。派 TV，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